今天我們要聊聊地球上最深不可測的地方——馬里亞納海溝。在人類的想象中，這裡曾被視為徹底的生命禁區，深達1萬多米的海溝，好比倒着爬上一座比珠穆朗瑪峰還要高的深峽。那裡壓力高達1100個大氣壓，足以將玻璃壓成粉末。永恆的黑暗中，就算整座圣母峰沉入其中，也將被完全吞沒。試想，在如此極端的環境裡，黑暗、冰冷、食物匮乏，真的會有生命存在嗎？長期以來，許多人類學者和科學家都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太陽光无法照亮的深海，怎麼可能孕育出繁盛的生態？這裡或許只是一片死寂。然而，真實的馬里亞納海溝遠比我們的想象更加神秘，也更加充滿生命力。今天，就讓我們隨着探險者的腳步，一起潛入萬米深淵，探索着深海之底隱藏的生命奇蹟。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深海都籠罩在未知的陰影中。古人对海洋充滿恐懼與幻想，傳說中深海隱藏着巨型海怪，但也有人推測極深處因缺乏陽光而寸草不生。19世紀時，英國科學家愛德華·福布斯曾提出大膽假說，在500-600米以下的深海將不會有任何生命存在。這一深海無生物假說一度廣為流傳，因為當時的人們無法深入海洋驗證。然而不久後的探險改寫了這種認知。1872年至1876年，英國挑戰者號科學考察船進行了著名的全球遠航，這是人類首次对深海展開系統調查。在西太平洋，他們用繩索測量到了超過8000米的海洋深度，這個數據震驚了當時的科學界，海洋最深處竟然深不可測。更令人驚訝的是，挑戰者號的科學家們從幾千米深的海底拉上來各種生物樣本，發現深海並非死寂，哪怕在接近6000米的黑暗水域，依然有生命悠然生存。隨着這些發現，生命禁區的神話開始被打破，人類意識到生命的足跡可以延伸到海洋難以想象的深處。然而，馬里亞納海溝的最深點被稱為挑戰者深淵的地方，依舊超出了19世紀科學家的能力範圍。儘管挑戰者號讓我們初步知道了海溝的深度，但要真正親眼看看1萬米深處是什麼光景，仍然遙不可及。時間來到20世紀中葉，人類的科技有了长足進步，我們發明了飛機、火箭，甚至開始探索太空。但深海依然如同地球上的外太空，等待我們去征服。終於，在1960年，人類迎來了一次劃時代的深潛壯舉。這一年，美國海軍與瑞士科學家合作，建造了一艘名為的里亞斯特號的深海潛水器。它看起來就像一個巨大的深海氣球，懸掛着一個厚厚的鋼鐵球艙。2位勇敢的探險者，海軍中尉唐·沃爾什和科學家雅各·皮卡德擠進直徑僅2米的球形艙內，開始向地球最深處挑戰。的里亞斯特號的深潛過程驚險而漫長，他們從清晨開始下潛，潛水器緩慢下降，周圍的陽光在下潛幾百米後便徹底消失了，四周陷入無邊的黑暗。狹小的鋼鐵球艙內，2人承受着與外界1000多大氣壓壓力差所帶來的隱隱不安。雖然艙壁厚達幾十厘米，但沒有人能100%保證它在急壓下的安全。大約5個小時的持續下降後，他們終於觸底，深度計顯示約10916米。此時，他們身上承受的壓力相當於20頭大象同時站在你手掌上。在這遙遠的黑暗國度裡，溫度僅有0度上下，完全沒有陽光。然而，當探照燈照亮海底泥時，他們驚奇地發現一些生命的蹤跡。有小魚狀的生物在泥面游動，還有像對蝦一樣的甲壳類迅速逃開。皮卡德當時宣稱看見了一條扁平的魚類在潛水器燈光下游過。這消息一經公布，震撼了全世界。人類竟在地球最深的海溝底部看到了一條魚。許多科學家最初難以置信，因為按照常識，魚類在這種壓力下幾乎無法存活。但不管那生物究竟是不是魚，後來有爭議。很多專家認為皮卡德可能看錯，把其他無脊椎動物當成魚。1960年的深潛至少證明了一件事，在挑戰者深淵這樣人類以為的極限環境，確實有生命存在。海底並非虛無一片，生命力竟強韌到可以突破我們想象的極限。的里亞斯特號深潛成功後，人類在1萬米深淵留下了足跡。
那次壯舉可以說是深海探索的阿波羅登月時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之後的很長時間裡，人類再也沒有造訪過挑戰者深淵。為什麼？原因很現實，挑戰者深淵實在太深太遠，潛入其中困難重重且代價高昂。1960年之後，全球陷入冷戰太空競賽，各國更關注頭頂的太空而非腳下的深海。深海潛航器的研發一度停滯，人類聚光燈轉向月球和行星，而馬里亞納海溝口外的黑暗繼續靜靜守護着它的秘密。只有少數國家的科學團隊利用無人深海探測器，偶爾瞥見深淵一角。例如1995年，日本的無人探測器海溝開口成功多次下探挑戰者深淵，拍攝了海底影像，並採集沉積物和生物樣本。通過機器的眼睛，科學家確認了海底有一些奇特的生物，透明的海參在泥中蠕動，小型甲壳動物在深海泥土裡穿梭，一些奇異的單細胞生物附着在岩石上，生命確實在幽暗深處頑強地存在着。但總的來說，在21世紀之前，人類親自到達馬里亞納海溝底部的也只有皮卡德和沃爾什2人。相比之下，攀登過珠穆朗瑪峰的人數早已成百上千，甚至還有人類登上了月球。挑戰者深淵依然像一座難以企及的深海珠峰，等待着後繼者的光臨。直到2012年，沉寂已久的萬米深淵再次迎來了人類訪客。這一次下潛的是大名鼎鼎的電影導演兼探險家詹姆斯·卡梅隆，沒錯，就是拍《鐵達尼號》和《阿凡達》的那位卡梅隆。他從小就對深海充滿熱情，親自投資和設計了一艘鮮綠色的單人深潛器，命名為深海挑戰者號。2012年3月，卡梅隆獨自一人鑽進狹小的潛水器艙，開始了他瘋狂而勇敢的壯舉。在下潛過程中，他經歷了和前人相似的挑戰，漫長的黑暗獨處，潛水器偶爾發出令人緊張的聲響。幾個小時後，終於抵達海底。他成為人類歷史上第3個親眼目睹挑戰者深淵的人。卡梅隆在海底停留了將近3小時，比前人更長。他利用潛水器上的高清攝影機和機械手臂，仔細觀察周圍環境。海床出奇的平坦而荒涼，覆蓋着一層細軟的灰綠色軟泥，看起來仿佛月球表面的平原。周圍的世界寂靜無聲，他的探照燈所及之處沒有發現任何大型生物的蹤跡，沒有巨型怪獸，也沒有傳說中的深海巨鱷，只有極少數幾隻小小的生物顯現在燈光下。據他描述，有一些像蝦一樣的小甲殼動物在泥表快速爬動，除此之外幾乎空無一物。這種景象讓他既激動又有些落寞。激動的是自己親臨地球最深點，落寞的是這裡的確如他所說，就像一片荒蕪的外星沙漠。他採集了海底沉積物樣本和少量小生物，然後開始上浮返回。當卡梅隆的潛艇重新浮上海面時，人們歡呼闊別半個多世紀，人類終於重返了挑戰者深淵。而卡梅隆也用行動證明，探索深海的夢想並不亞於探索太空，它同樣蘊藏着無限的奧秘等待我們發現。卡梅隆之後，全球科學界和富有的探險家們对万米深淵的興趣被重新點燃。短短幾年間，一系列新的深潛計劃陸續展開，我們迎來了深海探索的新浪潮。私人資助的深潛器，各國競相研發的萬米級潛水器，不斷打破紀錄。2019年，美國探險家維克多·維斯科沃駕駛自制的終極線號深海潛艇，多次下潛馬里亞納海溝，甚至在幾周內連續5次抵達挑戰者深淵的底部，創下人類有史以來最多下潛紀錄。維斯科沃這番創舉不僅增加了到過深淵的人數，在他和團隊的努力下，截至2020年，累計已有超過12人次踏足挑戰者深淵，比登月的12人剛刚多出一些，也讓我們對深淵有了更多觀察。在維斯科沃的影像記錄中，海底的確非常荒涼，但每次投放饵料都能引來成群的細小生物，主要是深海等足類和端足類甲壳動物會迅速出現啃食食物，說明那裡並非毫無生機。此外，他還發現了一件令人擔憂的東西，就在這人跡罕至的深海底部，潛艇的探照燈照到了一樣人類的遺留物，一個白色的塑料袋，旁邊還飄着一片破碎的糖果包裝紙。這個發現既令人震驚又感到苦澀。
我們人類最不願在深淵看到的東西，終究還是出現在了眼前。想象一下，在足有10900米深的海底，一只輕飄飄的塑料袋靜靜躺在那裡，仿佛嘲弄着人類對自然的所作所為。原来我們制造的垃圾竟已污染到了地球最深的角落。後來科学家統計發現，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各深海海溝中已記錄了超過3000件人造垃圾，其中最深的一件正是馬里亞納海溝裡這個塑料袋。更可怕的是，塑料在深海中会逐漸分解成无數微小碎片，深海甲壳動物和魚類在吞食有機碎屑時，很可能把這些微塑料一併吃進肚子裡。果然，科學家在馬里亞納海溝抓獲的深海甲殼動物體內檢測出了人工合成的塑料纖維，這意味着人類活動的影響無遠弗屆。即使在萬米深淵這樣偏遠的異世界，當地的生態系統都不可避免地被我們的文明產物所滲透。儘管污染的陰影讓人類有些汗顏，但另一方面，深淵科學的發展也帶來了大量令人振奮的新發現。就在维斯科沃频繁下潛的同一年，中國科学家們也在為挑戰者深淵的探索做準備。中國自21世紀開始，逐步研制自己的深海載人潛水器。繼蛟龍號成功突破7000米海深後，又開發了10000米級載人潛水器奮鬥者號。2020年11月，奮鬥者號成功下潛到10909米，將中國旗幟插到了地球最深點。隨後幾個月內，奮鬥者號在馬里亞納海溝及鄰近的雅普海溝區域進行了33次反覆下潛，創下多項世界第一。例如，人類載人深潛首次到達雅普海溝最深處，還有首次在10000米深海進行大量現場採樣和生態調查。中國科學家將這系列科考命名為“明淵計劃”，寓意探索幽深海淵的奧秘。他們不僅僅追求抵達深度記錄，更關注深淵生態系統本身的面貌。那麼，經過這些艱辛探索之後，我們究竟在10000米深淵發現了什麼？這裡真的有生命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遠超科學家們的預期。最新的研究結果令人驚嘆，在黑暗壓抑的環境下，居然隱藏着一個繁榮的生命世界。中國明淵計劃的科研團隊潛入深淵，採集了大量水樣、沉積物和生物樣本。經過實驗室分析，他們發現馬里亞納海溝及周邊10000米上下深度區域蘊藏着極為豐富的物種。僅微生物方面，他們就構建了7500多個具代表性的微生物基因組，幾乎每一條基因序列都代表一種深海微生物的身份證。更不可思議的是，将近90%的微生物屬於此前科學從未記錄過的全新品種。也就是說，在10000米深淵發現的絕大多數微生物，對科學界而言都是陌生的物種。我們以為熟知地球上的生命，但事實證明，在這樣一片未知領域中，我們遇見了完全新的生命形態。研究人員驚呼，原以為能找到20%到30%的新物種就了不起了，結果近90%都是未知物種。這些深淵微生物是當地生態的基石，它們往往處於食物鏈的最底層，支撐起整個深海生態圈。深淵的微生物如何在如此極端環境中生存並繁衍？研究顯示，為了適應高壓、黑暗和缺乏資源的環境，深海微生物演化出了2種截然不同但都有效的生存策略。一種是斷捨離策略，即大幅縮減自身基因組的大小，只保留維持核心生命活動所需的基因，拋棄一切不必要的累赘，這樣可以節省能量，提高效率。另一種策略則完全相反，被戲稱為海納百川，即這些微生物擁有異常靈活多變的基因組，善於從環境中吸收外源基因，並將其融入自身，從而獲得新的代謝能力，讓自己在嚴苛條件下如虎添翼。有點像要麼精簡到底，要麼雜家全能。2種路線看似相悖，卻都通向成功。前者讓微生物成為高度專業化的極限生存專家，後者則讓他們變成廣適應性的環境多面手。正是憑借這些策略，深淵微生物不但活下来了，還在超高壓的黑暗世界中繁榮興盛，為更高級的生物提供源源不絕的養分。順着食物鏈往上，无脊椎動物在深淵生態中也扮演了關鍵角色，其中數量最龐大、地位最重要的，當屬一種小型甲殼動物，學名叫深淵鈎蝦。
所謂溝蝦，是深海環境中常見的一類端足類動物，它們身形有點像彎曲的蝦米，但其實和我們熟悉的對蝦、龍蝦並非近親。深淵溝蝦一般只有幾厘米長，可在馬里亞納海溝這樣的萬米水深處，其數量之多，族群之旺盛，令科學家嘖嘖稱奇。在許多深淵區域，溝蝦的生物量居各種動物之首，可謂深淵裡的小強，哪裡都有它們的存在。當一塊有機殘骸，比如一條死去的魚，一片從上層掉落的藻類殘渣，沉降到海溝底部時，往往不出多久，就會被嗅覺靈敏的溝蝦們發現。它們成群結隊趕來，瘋狂啃食着難得的美食，把較大的有機物碎屍萬段，轉化為細小的碎屑和養分。在這個意義上，溝蝦扮演着清道夫和分解者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它們迅速清理了垃圾，防止食物資源浪費；另一方面，它們自身也成為營養的一環，因為溝蝦正是深淵中更高級捕食者的主要獵物來源。可以說，沒有溝蝦，就不會有深淵生態的繁榮。這些不起眼的小甲殼動物構築起了深海能量流動的重要樞紐。那麼，誰是深淵頂端的獵食者呢？在我們想象裡，能在萬米深海稱霸的，或許是什麼龐然大物，但事實卻出人意料。深淵生態系統中已知的頂級掠食者，居然是一種小巧柔軟的魚。這就是近年來才被確認的新物種——深淵獅子魚。雖名為獅子魚，但它可不是淺海裡那種華麗多刺的獅子魚。深淵獅子魚其實屬於霞雪魚科蝌蚪魚科的一種，我們更常用英文稱它們為蝌蚪魚 （snailfish）。這種魚長相奇特，有着半透明的膠質皮膚，身體呈蝌蚪般的細長形狀，兩側長着寬大的類似翅膀的胸鰭，游動時宛若幽靈在水中飄動。已發現的深淵蝌蚪魚體長大約20-30厘米，身體柔軟到幾乎可以貼伏在海底，完全不像傳統印象中強壯的掠食者。然而，正是在超深的海溝環境中，就是這樣一群小小的蝌蚪魚登上了食物鏈頂端。它們行動緩慢優雅，完全不需要逮捕快速獵物，因為在深淵裡幾乎沒有比它們游得更快的魚類了。它們專門捕食周圍海底那些豐富的端足類，例如溝蝦，大口一張就能吸入幾隻，以此為生。深淵蝌蚪魚能夠在近8000米甚至更深的水域生存，這本身就是一個演化奇蹟。要知道，對於魚類來說，隨着深度增加，環境挑戰呈指數級上升。首先是壓力，超高壓會干擾蛋白質的結構和細胞膜的功能，大多數魚類根本無法承受。其次是溫度極低，接近冰點，魚類代謝速率驟降。再者，沒有光線，意味着無法依靠視力捕食，需要特殊感官。長期以來，科學家推測魚類在深海中的存活深度應該有一個理論極限，很可能就在8000至9000米左右，再深就難以為繼。這個推測主要基於一種化學物質——氧化三甲胺 TMAO。TMAO 是許多海洋魚類細胞裡的重要物質，它能幫助穩定蛋白質結構，抗衡高壓對細胞造成的傷害。有點像我們醃制食物時用的鹽分或防腐劑，可以讓組織在高壓環境下不變形走樣。一般而言，魚類生活得越深，體內的 TMAO 含量就越高，來抵消壓力效應。但是 TMAO 也有上限，如果濃度過高，本身會干擾生物化學平衡，因此魚類不可能無限制增加 TMAO 濃度。科學家估算了一下，魚體內 TMAO 含量的天花板所對應的環境壓力，大概就相當於8000米左右海深。這意味着，按照傳統理論，魚類的生存深度極限大約就在8000米，再往下將不可能有魚。但深淵蝌蚪魚的發現，說明演化總有意外的偏方。最近的基因組與生理研究揭示，深淵魚類並沒有一味靠提高 TMAO 來抗壓，相反，它們另闢蹊徑，通過積累大量的不飽和脂肪酸來改造自己的細胞膜。簡單來說，就是在細胞膜中增加特殊的脂質成分，使膜在高壓低溫下依然保持適当的流動性和功能，不会变得僵硬脆弱。這種機制與 TMAO 腌菜防腐完全不同，更像是從材料本身入手，提升細胞結構的韌性。更有趣的是，
基因分析表明，深淵蝌蚪魚的祖先早在白堊紀，大約1億年前，可能就開始適應深海環境。隨着太平洋板塊的不斷俯衝下沉，它們一步步深入海溝。換句話說，深淵蝌蚪魚並非最近才演化出的物種，而是有着悠久歷史。它們的遠祖也許在恐龍時代就已經活在深海，只不過當時海溝還沒那麼深。經過漫長歲月的篩選，這種魚一步步鍛鍊出適應極限環境的本領，終於成為今天深淵裡名名稱王的小小霸主。除了蝌蚪魚和鈎蝦，在萬米深處還有其他奇妙的生命形式。例如，科學家多次在海溝底部觀察到一些形態怪異的單細胞生物，它們長得像捲心菜般的團塊，直徑可達幾厘米甚至10幾厘米，乍一看仿佛海綿或珊瑚，其實只是一個超大號的原生動物。這類生物稱為纖毛蟲寶，巨型有孔蟲，是一種生活在海底泥中的單細胞生物，能分泌出堅硬的殼或骨骼架構支撐自己。由於深海高壓會溶解碳酸鈣，所以它們索性用吸附泥沙顆粒的方式來構築外殼，慢慢形成褐色或灰白色的溶球狀體。這些巨型單細胞緩慢地爬行在海床上，吞噬有機碎屑和細菌，是深海中相當特立獨行的生物類群。另外，在一些深海溝底也發現了小型海參、線蟲以及多毛類蠕虫等无脊椎动物，它們大多體態透明細長，適應在沉積物中鑽來鑽去尋找食物。這些不起眼的小生物構成了深淵生命的多樣性，雖然沒有色彩斑斕的外表，卻一樣是地球生命拼圖中不可或缺的一塊。由此可見，馬里亞納海溝的萬米深淵並非死寂荒原，那裡有一整套獨特而完整的生態系統。從微生物、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到魚類，它們形成了一條特殊的食物鏈，在黑暗高壓的環境下延續着生命之火。而且，今年科學家更將深淵生態稱作黑暗綠洲，這個詞彙充滿詩意，恰如其分地表達了深淵世界的奇妙。儘管陽光照不到，但生命之樹依然能在黑暗中開花結果，繁榮興旺。正如一位參與明淵計劃的科學家在深潛返回後激動地表示，很難想象，在1100個大氣壓、完全無光而且接近0度的環境中，竟然有如此欣欣向榮的生態系統。是的，深淵教會我們謙卑大自然的適應力和創造力超乎想象，生命總能在看似不可能之地找到出路。深入研究這些深海生命，我們不僅驚嘆於它們的存在，還希望從中獲取靈感與知識。深淵微生物的特殊基因可能蘊含着全新的酶或代謝途徑，為生物技術、醫藥研發提供寶貴線索。深海魚類和甲殼動物的抗壓機制，則可能啟發我們改進工業材料或藥物保存手段。比如前面提到的 TMAO， 就引發科學家思考是否能應用於蛋白質藥物的穩定保存。而深海生物富含的不飽和脂肪酸，則可能具有特殊的功能或者營養價值。此外，深淵還是研究生命起源的天然實驗室。有一種假說認為，遠古時代生命或許誕生於深海的熱液噴口附近，那裡同樣沒有陽光，但有豐富的化學能供應。馬里亞納海溝附近實際上也存在海底、火山與冷泉等地質活動區域。在較淺的海底幾千米深，發現過壯觀的黑煙囪、熱液噴口，以及在海溝側壁發現滲出甲烷和硫化氫的冷泉生態。那些地方孕育着另一類奇觀，巨型管蟲、盲眼蝦、硫化細菌等完全依靠化學能存活的社群。雖然這些熱液生物多生活在數千米深處，尚未發現於萬米級深點，但它們證明了生命不一定需要陽光，可以靠地球內部的能量源滋養。深淵微生物有的可能也利用着類似原理，在海底岩石的縫隙中獲取微量的化學物質存活。這些發現都讓我們相信，如果未來在其他星球的海洋，比如木星的衛星或土星的衛星，那些冰下海洋世界中找到生命，我們完全不需要驚訝。馬里亞納海溝的生機正是最好的範例，告訴我們生命可以在沒有陽光照耀的黑暗海洋中繁衍。話說回來，探索地球深淵本身也極大地拓展了人類的科技邊界和心靈邊界。如今下潛萬米深海雖不像60年前那樣遙不可及，但仍然是對人類勇氣與智慧的巨大考驗。每一次科學家坐進潛水器深潛，
都要在直徑不到2米的鋼鐵球艙裡密閉10多個小時，外界是無邊黑暗和難以想象的水壓，內心必須與孤獨和緊張相伴。然而正是靠着這種探索未知的執着，我們一步步繪製出深淵的畫卷。更令人欣慰的是，全球多國的科學家正在攜手合作，共享深海數據和樣本，把深淵研究視為全人類的共同事業。正如一位中國研究者所言，真正的科學突破从不屬於某個國家，而是人類共同跨越認知邊界的里程碑。深海如此廣袤而神秘，需要我們放下成見，攜起手來共同解謎。在結束今天的旅程前，我們不妨再回首審視一下馬里亞納海溝帶給我們的啟示。地球最深處，既是自然的極限挑戰，也是生命的終極考驗。然而生命以它獨有的韌性，輕聲告訴我們，哪怕在萬米幽深的海底，它依然能找到繁衍生息的方法。從微生物到魚類，深淵生命的每一個成員都像是自然精妙設計的超級英雄，他們有的減重前行，有的大膽創新，在黑暗中構築出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小生態圈。這一切讓我們對生命懷有更深的敬畏。同時，深淵中的那只塑料袋也在提醒我們，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影響無處不在，我們有責任保護這些脆弱而珍貴的深海生境，否則也許在我們尚未真正認識這片黑暗綠洲之前，就已經將它破壞殆盡。馬里亞納海溝的故事仍在繼續，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發明更加先進的潛水器，更長時間的駐留深淵，甚至建立深海實驗站，把光明與知識帶到那幽暗處。也或許某一天，我們會在那裡發現更加震撼人心的生命形態，也許是一種全新的物種，亦或是一條關乎生命演化的線索。無論如何，萬米深淵不再是禁區，而是吸引着我們不斷前往探索的前沿。當你仰望星空的時候，不妨也低頭凝視深海，在那遙遠漆黑的海底，有一整個未知的世界等待我們去認識。地球最深處的生命故事告訴我們，無論環境多麼險惡，生命總會找到出路，而無論未知多麼浩瀚，人類的好奇與求知慾也永不止步。讓我們懷着敬畏與責任，繼續探索這深不可測的藍色深淵，去發現更多屬於地球、屬於生命的奇蹟。